各位训练家，欢迎来到智慧农业的冒险世界。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踏上一段旅程，让你的农场从传统模式来个超级进化。你准备好接受挑战，成为下一个农业大师了吗？没错，就是这个问题。你的农场准备好进化了吗？这不只是一句口号哦，它更是我们这趟冒险旅程的起点。而今天这份内容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第一本实战手册。我们都知道嘛，身为小型农场的经营者，最大的挑战就是资源好像总是不太够，但那个野心跟梦想却是无限大。这感觉就很像你刚拿到第一只宝可梦，就想着要去挑战冠军联盟，但眼前这么多道馆，到底该从哪一个先打起啊？所以啦，记住这个最关键的心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句话就像是大木博士给你的第一个忠告。先别想着一次就要收服所有神兽啦，先找出那个让你最头痛、最麻烦的点，然后集中火力，一举把它拿下。好，那我们的第一个道馆挑战正式开始。这一关叫做数据之力，这里的目标很明确哦，就是要让你的农场学会感知。什么叫感知？简单说，就是用精准的数据去取代以前那些凭感觉、看经验的模糊地带。有攻克这个道馆啊，你需要学会一套组合技。第一招叫做部署物联网感测器，这能让你的农场拥有感知的能力。那第二招呢，就是打造一个智慧灌溉系统，把感知到的资讯马上变成行动。我跟你说，这两招 combo 起来效果超群。你可能会问，物联网感测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很简单，你就把它们想象成是你帮农田装上的全新感官，它们可以感觉到土壤现在是渴了还是饱了，天气是冷还是热，然后把这一切都变成你看得懂的数据。其中有个叫 LoRaWAN 的技术，它就像是长距离的念力，覆盖范围超广又超级省电，一颗电池就能用好几年，是不是很夸张？好，那这就带出了我们的关键制胜招式——智慧灌溉。我跟你说，对小型农场来说，这绝对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起手式。让感测器收集到的数据，直接去控制什么时候要开水，什么时候要关水。光是这一步，就能立刻省下大量的水跟时间，效果马上看得到。空口无凭嘛，我们直接来看一个成功拿下徽章的案例——桃城市菜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就是用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策略。你猜猜看，结果怎么样？看看这个数字，用水量直接减少了50%，你没听错，整整一半呢。这一集根本就是效果拔群，你想想看，一半的水费就这样省下来了。等等，还没完哦，人力成本也跟着降低了40%。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身为训练家的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规划战术，去思考下一步，而不是每天都在做重复的劳动。你看，第一个道馆徽章是不是就轻松入手了？好，第一个徽章到手，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了？但挑战还没结束，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更高难度的4天王了。这一关是 AI 的预知之力，我们要从单纯收集数据，进化到利用数据来预测未来。讲到 AI， 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复杂，对吧？其实你不用想的那么难。你就把它想象成你拥有了一个具备预知未来能力的超能力系伙伴，他会去分析各种图像跟数据，然后在病虫害的迹象肉眼都还看不出来之前，就先发出警报。这就让我们从出事了的被动防守，变成我知道你要来了的主动出击，整个战略等级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样来看一个超强的实例。屏东科技大学的团队，他们就成功驾驭了这股强大的预知力量，去对抗一种非常棘手的作物疾病。哇，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他们的 AI 系统透过分析无人机拍的影像，竟然在稻热病的病症出现的前整整10天，就成功预测了疫情可能会爆发，提早10天呢。这让农民可以进行那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用药，而不是等到病发了才在全区地毯式喷药，那个成本跟效果根本是天差地远呐！恭喜你打败4天王了，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最终的冠军之路啦，区块链的荣耀。
在这一关，我们要把你前面所有的努力跟成果转化成一种别人拿不走也无法否定的价值跟信任。区块链溯源听起来又是一个很硬的词，对不对？别怕，我用个比喻你就懂了。它就是你的冠军殿堂记录。它用一种谁都改不了的技术，把你农场从播种、施肥到收获的每一个光荣时刻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这份记录代表什么？它就是你品质的最佳证明，让你的产品在市场上可以理直气壮地卖出更高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个已经在冠军殿堂留下名字的案例。一生好物的这个有心溯源平台，他们就完美地展示了怎么样把数据和信任变成白花花的钞票。你看看这个平台，它让消费者能清楚看到产品的整个生产记录，马上就建立起一种强大的信任感。结果呢，它成功帮助了超过300家的供应商，创造了超过1000万台币的销售额。你想想，这就是把你辛辛苦苦流下的汗水，真正转化成闪闪发光的奖牌，还有口袋里的奖金呢。OK， 到这里你已经是个准冠军了。那在冒险的最后，我们来偷看一下冠军大师的笔记本里到底写了哪些最重要的通关秘诀。这里就带出了最重要的心法。很多人一听到智慧农业，脑中浮现的可能是那种完全没人的工厂，对吧？但我要告诉你，那种全自动化的旧弄想又贵又没弹性。现在最聪明、最实际的做法是人机协作。AI 就像你的大脑，负责监测、分析、提出警示，而你身为经验最丰富的训练家，才是那个负责执行的身体。AI 提建议，你来做最终的完美决策。所以最后帮大家总结4个最重要的大师心法，你一定要记下来。第一，善用政府补助，这能大大降低你初期的投资风险。第二，拥抱人机协作，记住你是专家， AI 只是你的强力道具。第三，我再强调一次，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次专心解决一个痛点就好。最后一点也很重要，你不需要变成工程师，但你要懂得跟专家合作，组建你的冠军团队。好啦，今天我们的冒险指南就到这里咯，但这只是个开始，你的旅程现在才要正式起航。所以我想问问你，训练家，你的下一个伙伴会是谁呢？是物联网感测器，是 AI 预测模型，还是区块链？不管你选谁，最重要的是勇敢踏出第一步，就决定是你了，朝着目标前进吧。